好吧？这个解放军军演，总统府说北京要自治了，不要挑衅我们了，不要变成麻烦制造者了哦。反正你说他挑衅，他说你挑衅啊。那国安官员说川习会前北京要施压哦，说呢岛链我要第一岛链、第二岛链我都控制，而且海上哦平常就部署了60支船舰，从现在开始都部署60支船舰哦，60艘了哈。那刚刚也提到亮君提到双城论坛讲完才去啊，怎么就军演呢？哦，所以陆委会说这是两手策略，一方面呢上海市长说要走亲走近，一方面又搞武力威吓哦，然后一方面喊两岸一家亲，一方面呢又拿这个武力来逼迫台湾。有明怎么看？首先，我觉得这个对蒋万安来讲有点无妄之灾了，因为对蒋万安来说，他现在根本对两岸这个事情，他只能尽职尽分的做一个好的城市交流。他能怎么样？他能够控制对美国的这个军事采购吗？他能够控制很高层的两岸政策吗？他能够控制民进党的言论吗？所以现在民进党不只是台北市议员啊，包含陆委会都要用这个来算是怎么讲呢？想要这个用蒋万安来奚落这件事情。可是明眼人都知道这件事情本来就不干蒋万安的事。那我觉得蒋万安之所以在这个时候被卷入，是中国大陆选择的这个时间点。可是中国大陆选择这个2025正义使命的这个演习，有没有一种可能性是说年底也真的快要到了，2025就快要过完啦？他如果2025有一个演习的 KPI 的话，他是不是得现在无论如何？那你觉得蒋万安他才刚回来1天，就演习，感觉很给他打脸？那回来2天才演习，或者回来3天就演习，他这样打脸打得比较少吗？所以我的观点呢，首先第一个，我还是认为说，这个跟台北市、跟上海的交流，还有以及是不是破坏交流？因为如果真的要讲破坏两岸交流的话，民进党设下的重重障碍呢，才是真正对两岸交流呢最大的阻碍，这是第一点。那第二点呢，我觉得这个演习我们要蛮关注的因为它的名称改变了，大家看这个2024的时候就已经有环台包围性的军演了，所以大家中国大陆解放军什么样的战略呢？从联合利剑 A 跟联合利剑 B， 大家已经看得蛮清楚的就是像说什么你那个蟒蛇的策略啊，要把你搞窒息啊，干嘛的包围封岛等等的。但是这一次的名称为什么不要再叫联合利剑了？它为什么要改成正义使命？很简单啊，它针对的就不是台湾啊，它这个正义使命，它这一次明白的，这是中国大陆明白的标示，它的目的是什么呢？威慑外部军事干预。那这个军事干预呢，除了早一点的日本高市早苗的台湾有事论来讲，包含美国的主要媒体的报道，不管是彭博社还是这个路透的评论，都是认为说是冲着川普政府，他这个很自豪的说，有史以来最大的对台军售案111亿美金来的嘛。那这个事情这样子连起来才合理嘛？因为他的这个通过之后11天。当时大家都想说，他可能1周中国大陆就要有所反应了，结果他还等了11天。那这次为什么这个中国大陆对于美国的这个对台军售，他不能接受呢？虽然刚才亮君讲了说他以前历任都有对台军售，问题是大家要知道，在美国跟中国大陆所签的3公报里面。对台的军售呢，是必须要限制在防卫型的武器可是刚才主持人也讲了，你那海马斯飞弹那是防卫的还是攻击型武器？也就是说，当台湾民进党政府一直在那边推销，一直美国的 AIT 还去拜访了国民党的高层，不断的要推销这些军售的部分的时候，那有多少其实连美中之前签署的3公报都是彩虹线的内容啊？对不对？那你在这样的一个状况底下，
中国大陆呢，他立刻要对这一次，那这一次呢，还有跟以往一个最大的不同，跟联合利剑不同，是他明天要进行实弹的演练。那台湾的民众有没有感觉这个是很针对台湾呢？那很有意思的是，也没有感觉它很针对台湾，因为今天的股市还大涨了254点。所以换句话说，台湾的民众呢，看到中国大陆这样子觉得说是你美国跟民进党政府关系，而且国民党的立委在这里，现在这些军事预算，不管是明年的总预算还有白银的立委，还有1.25兆，通通还没有进立法院审啊。今天股票，所以大家可能没有觉得股市涨这个问题254.87点，台积电涨20块，这个事情台湾人真的是神经很大条。如果发生在日本，我保证跌停板；如果发生在欧洲，如果俄罗斯今天有一个行动，也保证跌停板。这是台湾人也不是被吓大的，无所谓，围吧，也不是第一次围，对不对？近一点、远一点又怎样呢？就围吧。股市今天居然还大涨254.87点，有没有国安基金进来我不知道，但是不管怎样，这个股市显然是没有因此受到波动。明天会怎么样不知道了。来，季凯，两岸和平啊，蒋万安有责任，那更大的责任不应该是在赖清德吗？他主政这1年半以来，中华民国大概迁台以后，大概这段时间除了蒋中正那段时间之后，现在应该是最紧张的时候吧？你一直在怪罪这个蒋万安，那赖清德到底什么？你有没有让人民安居的远离战争的这个恐惧呢？蒋万安这次我觉得他在双城论坛表现得非常非常好啊。他引用这个胡适的这个五四运动的时候，赛先生跟德先生啊，对不对？他大陆讲民主啊，非常的好啊。还有讲科学，他讲的是 AI 啊，我蛮感动的。他讲说他怎么去把 AI 推动到整个市政上面的应用，包括1999市民这个专线。他以前进来的时候，你就是语音啊，对不对？都要汇整完以后改成文字，然后送到各个局处，然后再去回应。他现在用 AI 马上的文字就出来了，很快就可以第一时间就可以回应你。包括他讲那个生生有鲜奶，每个礼拜给这个学生都可以喝到这个鲜奶。他跟超商都已经合作，整个用 AI 的这个连线，这个表示都是把人民、把市民放在第一位啊！你在这个双城论坛的时候去讲台湾跟台北市的这个优点，这本来就是非常好的。我觉得他表现是应该要加分的。当然，可能就是说这次这个演习，他刚刚回来，老讲是快了一点。不过也不是要提醒啊，对我们台湾人民来讲，不是处变不惊的这个问题。人民就是把选票投给了你，你没有政府，你应该让两岸是要和平的。老讲中共他哪是在乎什么国民党、什么民众党跟在野党？他有在乎这个吗？你看邵大哥，你那是那个总统大选，对不对？那次光是那次据我的了解，那是他们发射那个卫星，对不对？民进党把它搞成说什么是那个一直叫，对，手机一直叫，变成是什么发射飞弹，那个民调不是马上就掉了6%上？你跟侯友宜民调就掉6%了嘛？那显然这一招老讲是有效，所以我们现在呼吁嘛，一个就是说我们呼吁中国大陆谴责你也好，或者是说呼吁你也好，拜托一下，你们现在老是有什么整个环岛这个演习，或者是什么一些实弹的这个射击，老讲这个对台湾民众把人民推得越来越远，你这个维护对整个这个区域的这个稳定，对两岸和平是没有帮助的。而且老讲热到谁？看起来热到在中国大陆嘛？那中国大陆做这个动作是热到谁？就是民进党啊。刚刚讲的在总统大选是这样子，你再想象一下，明年底的这个县市长选举，或者2028年的选举，你如果在前几天又做这样的演习，你这不是帮了这个赖清德吗？这个我这个建议就是说，这段时间当然两边都是有责任要维护两岸的这个和平。我们在呼吁这个赖清德要把人民放在世界上第一的同时，我们也请中国大陆那边要节制。就赖清德嘴巴讲了，我都不挑衅了啊，但其实做的每一个动作其实都挑衅，对他不爽嘛，你让他不爽就是挑衅，不挑衅不是一定要我在你脸上吐口水的挑衅，你每一个动作，包括观光客不可以来然后呢这个陆配要怎样然后呢立委去要怎样。这都是每一招境外敌对势力，你每一个动作其实都是当然是巩固他的支持者啦，巩固他的40%的票了。但是对老公来讲，可能都是挑衅。不过我也相信这个演习不是说昨天才决定的啦，要准备个演习已经搞了很久了啦。所以跟蒋万安去不去其实也没什么关联啦，也不可能因为蒋万安就停了嘛。因为事实上这个已经起码你说没有一个大部队的演习，没有准备个什么几个礼拜。1-2个月是不可能的事情啊！我们看一下。昨天我在上海双城论坛微讲，施政的温度让城市伟大。1999市民当家热线
就是最好的体现。1999迈向20周年，台北上蒋万前一天也在上海双城论坛上交流 AI 和城市治理，也喊话希望台海不再波涛和呼啸。没想到马上共机共建就来。中华民国空军广播归于台湾西南空域遭受6000公尺的中共袭击，所以你已进入我空域，影响我飞航安全，立即回转脱离。高度9000米之台湾军机，你已进入我野区空域，影响我正常飞行，请立即离开，立即离开。共军竟然反呛，我军立即离开，挑衅意味浓厚。而我军不断广播警告共军立刻回转脱离，空中较劲。国军一早9点也实施立即战备操演，台中街头就出现了 M60A3 战车，共军突袭发动军演。陆委会特意点出双城论坛，指出双城才刚结束，这显然是精心设计的两手策略。任何造成区域冲突升高的行为，我都予以严厉的谴责。为政者也应该要克制，以民为本。所以我也表达过，为政者的责任就是要降低风险，控管危机，守护人民的安全。谴责共军也回击绿营，因为民进党就开酸，交流不成，反而带来更大危机。双城论坛才刚办完，共机马上就来，时间点是给蒋万面子，还是打脸？外界有不同见解。我会认为说，目前看来，因为这边有看到说，这个整个演习来讲，我目前知道资讯有歼击机、轰炸机跟无人机。那我一直很好奇，为什么会有轰炸机？后来我查了一下，才知道轰炸机是针对这个航空母舰群特别有用。也就是说，如果台湾真的要被救，我们期待是他们真的能够派航空母舰群过来。但是相对来讲，他们这个航空母舰群为什么这次特地有轰炸机出来？就是针对航空母舰群准备做一定程度的嚇阻，而有歼击机基本上就是要获得全面的制空权，再加上无人机各方面的骚扰，所以这次的演习，刚刚永平姐也好，还是刚我们很多来宾讲到，你要演习，而且这么大规模的演习，不会是说2、3天就决定的，一定是经过几个礼拜，甚至长达2、3个月才决定像这样的演习，而只是刚好这一个起火点，也就是昨天赖清德讲说共军似乎不具有攻击台湾的能力这句话，整个所谓 trigger 出来。可是这个点是从之前11月7号高市早苗说台湾有事就等于日本有事，12月5号。那个《纽约时报》特地用 Pentagon 用那个五角大厦的那个 overmatch brief， 就是那个详者报告讲说，如果真的有事的话，如果台海真的发生事情的话，美国的先进武器可能无法来到台湾军援。到现在，忽然赖清德又讲这句话，说是那个中国大陆不具有去威胁台湾、侵犯台湾的能力，这种种加起来，其实这个时间点从11月、12月初到昨天到今天，其实是一连串的。这跟蒋万安本身没有什么关系，而是这一连串的作为下面，大陆他们现在所有的作为，全部都是看在明年4月的川习会，那才是他们重中之重。而为了要川习会，川普可以愿意低头，他们会做出一切的可能性。我们也刚刚讲到说，我刚刚有提过说，现在在美俄在试用2场谈判在谈，俄国跟乌克兰没什么好谈了，可是俄国用乌克兰来跟美国谈，这是有可能的。同样的，美中之间的谈判，美国跟中国其实现在谈判越来越辛苦，可是美国用台湾来跟中国来谈，这是有可能的。可是中国跟台湾之间，其实这个不对称已经到一种很夸张的地步，甚至说我们一个像我们2330万人的国家，要去对抗整个欧盟般的存在，其实我们必须很清楚的认知到，很客观的来讲，这是极为不现实而且极为不智的，这是我们很客观的讲法。而我们必须了解到一点，就是说台海之间的关系，我们是不是在美国心中有那么的重要？这点我们必须开始重视。当我们所有的外汇，甚至所有的产业都被美国尽量吸光的时候，我们是否在美国前面？当明年4月份川习会，假设他们谈的气氛不错，忽然大陆把台湾这个议题正式搬上桌的时候，我不知道以川普的商人个性，他会做出什么样奇怪的决定？这是我们全部人都应该很担心的事情。现在请不要再去讲什么正习会，大家请专注川习会的后续。去下讲回来。
那么到底中国有没有介选啊？读卖新闻说呢，老共砸了9000万补助韩流啊，说呢这个当时的中共解放军可能花了9000万介入2018年高雄市长选举啊，这读卖新闻去报道哈，很奇怪，为什么读卖来报道哈？那另外呢说呢，这个他们有录了3段对话哦，那有一个叫做丁处长。跟一个叫做沃明公司，哦，那是老共的公司啦，哦，说呢，他们可以在台湾能够操控600万个脸书的账号，来干嘛呢？散布谣言跟煽动，哦，那另外呢，这个说中方的技术还可以伪造口音，哦，所以干嘛呢？所以将来要锁定我们2026跟2028的选举啊，那另外呢，说解放军有叫做56所。说砸2000万的人民币，就是差不多9000万台币了，哦，所以呢有3段录音，哦，说呢这个当时韩流在高雄能够打赢呢，是给他造神的内幕哦。那另外呢，这个网友说呢，是因为2026选举要到了，所以有人害怕了，哦，所以呢故意这样。那国安人士说呢，研判是黑吃黑，哦，那到底怎么回事？韩国瑜生气了，韩国瑜说你们施政不力。结果你们还抹红抹黑我们，要转移你施政不力的这个焦点，哦，所以在这个时候呢，把这个音档流出来，哦，而且还经过日本媒体读卖新闻去报道，哦，韩国瑜说呢，主政者怎么会？如果说老共真的那么厉害，主政者怎么会是赖清德呢？那你现在当选不了了，怎么会等到赖清德当选呢？我们看一下，新派的出去，人记得来，高雄发大财。2018年9合1昔日高雄市长韩国瑜窜起韩流，奇迹攻下高雄这片绿地，但暗网流出多段音档，解放军豪砸9000万台币借选助攻韩国瑜。我是500万在他那里，我这年底的1500万在他那里，啊，就是只有我不能直接给你付钱，只有他经过他来付钱。这段录音档疑似是解放军网络部队56所与大陆民间科技业沃明公司负责人的对话，双方借由军民合作，顺势验证该公司的借选能力。国安人士研判可能是黑吃黑，导致音档外流。专家分析，共军若参与借选，规模会比民间代操公司来得更大。韩办声明批评该音档羞辱台湾民主，若真有借选，按照剧本发展，今日主政者怎么会是当今圣上？台湾的民主是人民一票一票投出来，2000万人民币就能动摇台湾人民的投票意志，这也太看清台湾人民，也羞辱台湾民主。明年就是2026 9合1音档曝光的时机点，耐人寻味。那位，选举到了啦哈，这个你可以看到现在是扯韩国瑜、韩流。2018年的时候，大家都知道嘛。2018年韩国瑜选高雄市长的时候，那时候是贪食蛇嘛，对不对？就这样子，他去到哪里就大家围，去到哪里就大家围。那我就记得我在选2020的立委的时候，那时候韩国瑜说要到我这边，我的选区里面有个庙，这临时的哦，是今天早上决定说下午请他来，临时决定，我就要发个 line 呢，挤到人山人海。他是这么热啊，那时候他还是高雄市长，就他还是这么热的一个情况，所以你想把他讲成说是大老共有借选，这个2000万人民币就可以搞定，那我就秀了啦，这人民家怎么会一个高雄市由绿地变成蓝天，然后2000万人民币就可以搞定，哇厉害！所以现在就是大家想到说，那2026会不会再来？所以可见的，我觉得等于日本配合这个民进党政府这边或者民进党这里，他有计划的开始要影响2026。你注意看赖清德最近来讲，拼命的打，就是要抗中的要保台的2.0，他的赖17条一个一个兑现哦，要改社违法，所以你只要有这个什么仇恨式的言论。仇恨式的言论要什么？要罚3万，要关3天。什么叫仇恨式的言论？他定义啊，他定义，然后又规定了立委不能去了哈，这个卸任的官员不能去，特别点名了总统、副总统，那是针对马英九嘛？马英九条款，你会发现到说赖清德最近一步一步叫往前走，是什么？赖17条一个一个把它落实，他要去做，而且另一方面。
这个他在讲什么总预算啊，说总预算没有过，pass 就没有办法了啊，补助长照的钱也少了，给这个小孩子的也少了，等等的，开始就什么开始操作这个，那这个我说民主有这么难吗？依法编列预算，我们刚通过上个会期刚通过的，是不是？我们刚通过的说这个要给志愿役的要阿兵哥的加薪，一个人加3万，那总共大概200-300亿左右，你为什么不编呢？为什么不编呢？他也公布了，户署了也公布了，就是不编，他就是跟你斗嘛。我觉得赖清德一上来之后就是斗，你看过去斗这个要在台南市的时候230几天不进台南市议会，现在就斗在野党啊立法院，我很悲观的讲，总预算如果这样子一直杠下去的话，都不会过，不会过怎么办？我们没有像美国说啊政府停摆，没有，我们是什么？旧的预算你继续用，所以等于回到2025年的预算，就今年的预算，就回到2025年的预算，算2025年的预算，就2020的时候用2025的预算，新增的计划都没有。甚至于最糟糕的情况，如果赖清德的民进党选得不好，他有可能就继续杠下去啊，到2028。我觉得这是很悲哀的。我们政府有很多新兴的计划想要做，我们都愿意支持啊。你说长照，我们愿意支持啊 ，T-Pass 我们愿意支持啊。可是问题要依法行政嘛，你就不依法，然后就勒住我们这里，像整个钥匙在赖清德手上。我咨询主席长说，这样子好了。我们愿意让一步，我们就可以审。你只要公开承诺，行政院发一个文，审预算，我马上可以什么编列，我编列那个300亿志愿役的，你承诺啊，承诺。那这个警校的退休金提高到80%，要80%，这个大概有几十亿，你承诺说这个要追加，他就跟我讲说啊，这个没有裁员了。我说怎么没有裁员？总预算大概3兆啊，平均过去的10几年来，平均最少删减掉1%，1%就300亿啊，300亿够啊，怎么不够？就够了，钱裁员我都帮你找好了，我释出善意，这么善意的在野党，你看我就这样子丢出来，他拒绝，就没有这回事啊？为什么？行政院长不要啊，赖清德不要啊，就是要跟你硬杠到底，然后就是透过你看这个行政院长。这个全世界没有的不附属，可以不附属吗？那再来就大法官，又是他的维士，有他的好像黑道一样。那整个来讲的话，就是行政权、司法权2个加起来压迫立法权，立法权现在等于空的一样。继续再回来。